1948年12月23號，東京巢鴨監獄7個人被押上了絞刑架當中最顯眼的那個叫做東條英機，他是日本的前首相，在他的任期內偷襲了美國的珍珠港，害死了2000萬亞洲平民。絞繩收緊，執行完畢。而第二天是12月24日，聖誕夜，同一座監獄大門卻打開了，走出來的這個戰犯叫做岸信介，東條內閣的軍需大臣，滿洲國的經濟操盤手，被人稱之為是滿洲之妖。他在戰犯名單上的排名，他並不比東條英機低多少。但就在東條的屍體還沒有冷透的24個小時之內，華盛頓卻放了他。為什麼？因為1948年的華盛頓，他們已經不在乎公益了，他在乎的是冷戰的輸贏。蘇聯的鐵幕降下來了，中國的天快要變了。美國需要日本這個不沉沒的航空母艦，一個乾乾淨淨但虛弱的日本對於美國來說沒什麼用，但是一個帶着污點非常聽話的日本才有用。所以殺一個東條英機來交代一下，還世界一個正義，但與此同時釋放了100個岸信介來為美國人幹活。而9年之後，這位岸信介就當上了日本的首相，他的外孫叫做安倍晉三。而現在我們看到安倍的政治繼承人高市早苗是日本的首相。2月8號，他領導的自民黨剛剛贏得了國會316個議席，超過2/3。在日本的歷史上，修改和平憲法的這個門檻正式被突破了。從巢鴨監獄到日本國會，78年走完了一個輪迴。今天艾森要聊的不是日本右轉了怎麼辦，我想要聊的是和平這個東西，它到底有沒有保質期？大家可以想想看，食品有保質期，藥品有保質期，和平這個東西呢？食品的保質期是取決於什麼？它取決於殺菌是不是徹底。高溫滅菌的這個牛奶能放半年，但冷藏的鮮奶只能夠放1周左右。而和平的保質期，它不取決於包裝，你把放棄戰爭幾個大字寫進和平憲法的第9條，這個是包裝。和平的保質期取決於殺菌是否徹底，你有沒有從根子上清算過，把發動戰爭的那些人那套制度這樣一種思想從根子上清理乾淨呢？1945年以後，德國他們做了高溫滅菌處理，而日本只是簡簡單單冷藏起來了。冷藏了81年，看上去還行，但是現在冰箱被人把插頭給拔掉了。1945年二戰結束之後，日本跟德國2個戰敗國被扒光了衣服扔在手術台上，勝利者拿着手術刀走進手術室，但是2台手術的治療方案是完全不一樣的。我們先說德國，柳仁堡審判起訴了24名主要戰犯，大家都知道，但很多人可能不知道的是，柳仁堡它只是一個開頭，後面還有12場後續的審判，法官、醫生、企業家、德軍軍官，總共又追訴了185個人。最關鍵的是什麼？是審判之外的是，盟軍在德國搞了一場非常徹底的全社會去納粹化的運動。他們是怎麼搞的呢？每一個德國成年人，他們都要填一張問卷，你有沒有加入過納粹？你有沒有舉報過鄰居？你有沒有當過希特勒的青年團成員等等。根據答案，他們會把人分成5個等級，從主要的罪犯到追隨者，再到沒有嫌疑，然後對應不同的这個等級有不同的處罰，要麼坐牢、罰款、禁止擔任公職，或者是清白的人就可以過關。這個程序有沒有走過場呢？我想當然會有比如說有很多真正的納粹分子，他們可能會拿着教會的漂白證明蒙混過關了。但問題的關鍵不在這兒，不在於說執行到底有多完美，關鍵在於說德國社會這套程序它本身就傳遞了一個非常清晰的信號，你們做過的事兒
有人會追究，而這個信號在後面會變得非常重要，請大家先記住它。我們再說回日本，東京審判起訴了多少人呢？28個，後續有沒有審判？沒了，根本沒有後續的審判。而更離譜的是判完之後的事兒，東條英機這7個人，他們被判死刑，立即執行了，但剩下的這些戰犯呢，全部釋放，100%的赦免率。到1958年的時候，所有甲級戰犯的嫌疑人，注意啊，不是判了無罪的人，是還沒有來得及審、沒有來得及判的這些嫌疑人，通通都被釋放了。而且95%被清洗的人，後來全部都恢復了公職。有一份文件大家可能沒有聽說過，但它可能是20世紀對於亞洲影響最深遠的文件之一， NSC 13-2。1948年，美國的國家安全委員會他們寫下了這份文件，然後杜魯門總統親自批准。文件裡面寫的是什麼呢？我念給大家聽這個原文：經濟復甦應該成為美國對日政策的首要目標。下面還有一句更加要命的：清洗政策應該予以糾正，以盡量減少對於經濟復甦的干擾。翻譯成人話就是別查了，讓他們全部都回去上班。這份文件的總設計師叫做喬治·凱南，美國的戰略遏制之父。凱南的邏輯非常冷酷，但是也非常清晰。蘇聯的鐵幕已經落下來了，中國眼看着馬上就要變天，所以美國需要日本當亞洲的反共橋頭堡。一個被清洗得非常乾淨、非常徹底，但是半死不活的日本，比一個雖然帶着污點，但是能夠立刻用得上的日本，價值對於美國來說低太多了。所以大家看出問題來了嗎？這就好比是一個病人得了嚴重的細菌感染，醫生開了抗生素，吃了3天，發燒剛剛開始退呢，還沒好徹底。他的老闆說行了，別吃藥了，趕緊給我回去工地搬磚。所以這個藥沒再繼續吃，抗生素也停了，細菌沒有殺乾淨，表面上可能問題不大，但實際上發展成了慢性病。看完屏幕上這張表，大家就應該明白了，同樣是治療，一個做了根治的手術，而另外一個只是簡簡單單貼了一張創可貼。說實話，其實德國的清算並不是一開始就非常徹底的。在1950年代的西德，當時的社會其實也彌漫着否認跟遺忘的這麼一種社會的氛圍。總理阿登納他的首要任務是要整合前納粹分子來重建國家，這基本上跟日本當時是一模一樣的邏輯。德國人在那個時候也覺得戰爭它是希特勒跟一小撮人他們的罪過，跟普通德國人無關。交流的沉默大家都心知肚明，但是誰也都不想提這個茬了。但是德國為什麼后來變了，但是日本沒有變呢？這個就是我們接下來要聊的故事。一個人是在德國，一個人在日本，他們都做了同一件事情，但是一個成功，一個失敗了。區別在哪兒？不在於平民的勇氣，而在於這兩個國家的制度到底是在幫他，還是在消耗他。1950年代的西德，有一個人坐在黑森州總檢察長的辦公室裡頭，他叫弗里茨·鮑爾，他是一個猶太人，社民黨人。納粹時期他被迫流亡海外，然後戰後回歸德國做當地的總檢察官。鮑爾很快發現了一件讓他渾身都感到不舒服的事情，因為走廊裡頭擦肩而過的那些法官，那些檢察院的同事，很多10年以前還穿着納粹的制服，整個司法系統從上到下塞滿了納粹分子。我們可以想象一下這個畫面，一個州的總檢察長每天走進法院，走進檢察院的大樓，要跟前納粹的法官跟前納粹的這些同事打招呼，要用納粹時期的法官制定的那個程序來起訴納粹的罪行。那這個猶太人覺得他的戰場其實不在法庭外面，就在他工作的法庭跟檢察院裡頭。他做了什麼呢？他首先是向以色列的情報機構摩薩德秘密透露了阿道夫·艾希曼，這是
猶太人最終解決方案的執行者。他透露了艾希曼在阿根廷的藏身地點，然後摩薩德跨洋把艾希曼綁架回耶路撒冷去審判。在這件事情之後，他在國內發起了1963年的法蘭克福奧斯威辛審判。這一場審判跟大家熟知的紐倫堡大審判不一樣，紐倫堡是勝利者，是戰勝國審判戰敗國，說白了是外國人在審判德國納粹。而法蘭克福這個審判是德國人主導的審判自己的國人。鮑爾把幾百個普通德國人叫到法庭上來作證。你當時在集中營看到了什麼？你的鄰居做了什麼？你當時知不知道這些罪行？他實際上是用德國的法律程序把整個德國社會的沉默撕開了一道口子。雖然大多數的被告只是被定了一些非常輕微的從犯的罪名判決也非常輕。從法律意義上來講，法蘭克福的審判遠遠稱不上正義的勝利。但是鮑爾真正做到的事情其實不在法律的層面，而是在德國社会的层面。他把奧斯威辛從一個非常模糊的地名變成了每一個德國人再也沒有辦法回避的道德的拷問。5年以後，1968年，整整一代的德國年輕人他們站了起來，回家質問自己的父親：戰爭期間您在哪兒？您做了什麼？這個就是非常有名的68一代。他們不是憑空冒出來的。弗里茨·鮑爾在地下埋了火藥，68一代親自點燃了這個引信，就此然後在德國社會掀起了一連串的制度化的建設。1985年，德國總統魏茨泽克他發表了這場非常著名的演講。5月8日不是戰敗之日，而是解放之日。2005年，德國的市中心建起了歐洲被害猶太人的紀念碑。還有一個叫做絆腳石的項目，一個藝術家在全歐洲受害者的故居門口鋪了 11.6 萬塊銅磚。你走在柏林的街頭，腳下都有可能會突然被絆了一下，然後你低頭一看，這裡曾經住着一個叫做 Sarah 的女人，1943年被送進去了奧斯威辛，再也沒有回來過。你被這塊銅磚絆了一下，你不得不停下來，這個記憶被釘死在街頭，在路面上。這個就是德國人做的事情，他們把反思從一個人的勇氣變成了是一整套的社會制度。法律層面，刑法130條否認大屠殺要判刑3年。在教育層面，有強制的講述納粹歷史的課程。在空間的層面，全國2000多處紀念設施。作為德國人，你可以不想記得這段歷史，但是制度不想讓你忘記。而我們現在把鏡頭切回到日本，有一個日本人做了非常類似的事情，他叫加永三郎，是東京教育大學的教授、歷史學家。他編寫了一本高中歷史教科書《新日本史》。在這個教科書裡頭，詳細的記載了南京大屠殺731部隊的活體實驗。然後呢，日本的文部省教科書審定把它的內容全部刪除掉了。侵略這個詞兒被要求改成是進出。731部隊的段落被要求整段刪除，理由是學術界尚無定論。從1965年到1997年32年期間，這個加永三郎打了3場違憲訴訟，他一個人對抗整個國家機器整整32年。但結果是什麼？1997年日本的最高法院說，刪除731部隊的這個內容確實違法，但是教科書審定制度本身是合法的，沒問題。所以大家看到2個國家的差異了嗎？弗里茨·鮑爾他一個人站出來，他後面跟上了68整整一代的學生，跟上了魏茨泽克總統，跟上了聯邦議院的立法。他個人的英雄主義被德國整個社會制度接住了，放大了，固化了。但日本的加永三郎他一個人站出來的時候，後面什麼都沒有，沒有學生運動在跟進，沒有政治領袖在接力，沒有立法來固化，最終只是被日本政府、被日本的司法系統敷衍了事。所以同樣來自於平民的勇氣，
不同的社會制度遭遇了完全不同的命運。這個就是我所說的和平保質期的第一個關鍵。殺菌不僅需要溫度，也就是來自於個人的勇氣，它還需要持續加熱的設備，也就是社會的制度。鮑爾他在德國點了一把火，德國的制度把這把火變成的是持續燃燒、持續供熱的鍋爐。嘉永三郎也嘗試在日本點了一把火，但日本的制度直接把他這把火給澆滅了。德國人他並不是天生比日本人更善於反思。1950年代的德國人跟日本人他們一樣，想要忘記這段不堪回首的往事，但區別在於德國出了一個弗里茨·鮑爾，他很幸運的活在一個願意被改變的制度裡頭。日本出了一個嘉永三郎，但很可惜他活在一個拒絕被改變的非常僵硬的制度裡頭。那說到這裡，大家可能會說，好吧，我理解了，德國殺了菌，而日本只是冷藏，他們並沒有殺菌。但人家日本也冷藏了這麼多年嘛，80年了，也沒出什麼事兒啊，沒打過一仗，這個也是事實，你不能夠否認。我想這是一個非常好的問題。那接下來我要自創一個模型，叫做和平的保質期公式，它主要由3個變量來組成。第一個變量叫做殺菌的徹底的程度，你在多大程度上把發動戰爭的那樣一套系統，不只是戰犯，是整套社會的系統，從根子上清理乾淨了。德國他們做了什麼？剛剛我們已經講過了，一整套持續加熱的鍋爐。日本做了什麼？28個人受審，100%赦免。這個社會制度基本上變化不是那麼的徹底，兩個社會的差距，我想無需繼續贅述了。第二個變量是替代認同，你有沒有給這個國家的人提供一個新的國民身份的認同，來超越舊有的曾經犯下滔天罪行的那個國民的認同，一個超越民族主義的新的身份呢？德國有，他加入了歐盟，你不再只是德國人，你還是歐洲人，而歐洲一體化給了德國人一個全新的身份坐標。反思歷史，它不是恥辱，它是德國人進入歐洲俱樂部的入場券。你只有認錯，才有資格坐在布魯塞爾的這個圓桌旁邊。但很可惜，日本沒有這個機制，東亞沒有歐盟，沒有亞洲一體化。日本人他們不需要通過反思來獲得任何區域的身份，他的身份認同只能夠靠2樣東西，要麼是美國盟友，要麼就是大日本帝國。而當美國盟友這個身份变得越來越不夠用的時候呢，我們看到連美國人自己都在搞美國優先了，那剩下的能夠用的身份工具只有一個，民族主義。所以這個是第二個變量，沒有替代認同的國家，民族主義是日本唯一的動員工具。第3個變量是外部約束，有沒有一個外力在壓着這個社會，讓你就算想動手也動不起來。那日本的外部約束是什麼呢？很明顯是美国。1951年簽訂的美日安保條約，他們設計了一個精巧的雙重遏制的機構，既可以用來遏制蘇聯，也同時遏制日本。美國在日本駐軍55000人，有核保護傘罩着日本，但與此同時也壓制着它。你不需要自己動手，但你也不被允許自己动手。這個就是所謂的瓶塞戰略，把瓶子塞住，那裡面的魔鬼它出不來。72年過去了，說實話，這個瓶塞工作的蠻好的。但是現在到了2026年2月份的時候，3個變量同時都出了問題。在日本社會的殺菌程度從來都是不夠的，否則的話，我們也不會看到中國跟韓國從來對於日本社會的這一面如此的深惡痛絕。冷藏它並不是殺菌，細菌一直都在這個瓶子裡頭。岸信介的政治 DNA 從岸信介這個甲級戰犯傳遞到安倍晉三，再傳遞到高市早苗，這條線一直沒有斷過，它不需要復活，因為它從來都沒有死過。而至於替代認同，對不起，這件事情在日本社會從來沒有發生過，而現在變得更加不可能。曾經
有那麼一段時間，或許曾經幻想過中日韓3個東亞國家能夠徹底放下芥蒂，同舟共濟，實現東亞一體化，甚至亞洲一體化。但是在目前中日關係已經跌到冰點，日韓關係也算不上好的時候，尤其是近2年，中國對於日本的好感度暴跌 25%， 而日本對華的好感一直維持在 90% 以上反感的歷史地位。所以在這樣一種互相憎惡的環境裡頭，亞洲一體化這件事情根本就不會有人再提起了。而外部的約束現在不僅僅只是鬆開了，是整個性質徹底變了，這個是最要命的。1948年的美國為了反蘇，為了冷戰，他簽署了 NSC 132這份文件，親手關閉了清算的窗口。美國是冷藏日本的這樣一台冰箱。而到了2026年2月9號，特朗普他在社交平台上寫了這麼一段話，中文的意思非常直白：恭喜你，高市早苗拿到了修憲的門檻，助力成功推進以實力促和平的議程。那這段話不是外交辭令，這個標誌着瓶塞戰略的終結。78年以前，美國為了反蘇，他拔了藥；78年以後，美國為了反華，他拆了這台冰箱。美國的角色徹底轉變了，從壓制瓶中的魔鬼，讓你不要亂動，變成了我需要你從瓶子當中跑出來，我需要你發動起來，幫我幹活。所以這個不單單只是瓶塞鬆動了這麼簡單，而是把這個瓶塞徹底拔掉了，還往瓶子裡頭灌進了催化劑。那說到這個地方，很多人可能會有一個疑問，那日本老百姓呢？他們是真的想要打仗嗎？2026年大選的出口民調數據非常有意思， 49% 的日本選民說他們最關心的其實是經濟跟物價，只有 8% 說他們關心外交跟安保。從表面上來看，日本老百姓他們要的是面包，不是大炮。但結果呢？316席，超級多數，日本的修憲門檻被徹底突破了。這個就是心理學家告訴大家的這個數字背後的真相。日本人可以管這個叫做見錢跟本因。所謂見錢就是場面話、客套話，而所謂本因就是真心話。日本人跟這些做民調的調查員說的是場面話，你在投票箱裡做的是真心話。 49% 的人說他們只關心面包，這個是見錢。 8% 的人承認關心安全，這個是有一些不願意裝的人說出來的本因。但還有一大塊本因是藏在面包後面的。你以為選民是在說給我面包，但其實呢，他們不會告訴做民調的這些人，我選高市早苗是因為我怕中國，但他們投票的手會非常誠實的投給那個看起來最強的人。心理學有一個名詞叫做社會期望的偏差，說白了，關心經濟只是一面盾牌，它讓你顯得非常理性，非常負責任，但盾牌後面投票的這個手其實握着一張投給鷹票的選票。最讓人感覺不安的是日本的年輕人，18到29歲的日本選民对於高市早苗的支持率是 92.4%。 這些日本年輕人他們是軍國主義者嗎？說實話，我覺得他們不算啊，他們甚至可能都算不上是軍國主義的支持者，因為很多年輕人他們根本不想去參軍。這些年輕人支持高市早苗，原因可能很簡單，高市也許看起來很酷，他是打破天花板的日本鐵娘子。日本人这些年輕人的工資不漲，物價在漲，他們需要一個看起來能夠幫他們推進一些事情的人。當時在日本街頭有一個24歲的年輕人，他給高市投了票，他的原話就是我選他是讓他來救日本經濟的，不是讓他帶我去死的。大家聽到了嗎？這句話裡頭有一種天真到讓人心碎的割裂。這個年輕人他真的覺得他可以選一個主張修憲、擴軍、反擊中國的強人來救日本經濟，然後這個強人就只會乖乖的只負責
打理日本的經濟嗎？所以其實這樣的一個日本年輕人，他非常有代表性，他不是壞人，他也不想打仗，但他對於戰爭沒有想象力，二戰對於這個國家曾經帶來的痛楚，在這個年輕人眼裡已經沒有那麼感同身受了。或許對他來說只不過是教科書上的幾行字而已。廣島的蘑菇雲也不再是日本社會恐懼的圖騰，某種程度上只是歷史的符號。所以這個日本年輕人把修憲理解成只是給國家加了一個裝備的屬性，就好像是打遊戲升級一樣。他不覺得自己投下的這張票有可能就是把自己送上戰場的這個簽名。所以這個就是記憶的稀釋效應。當日本社會最後一批戰爭的親歷者都故去了以後，整個社會的記憶就從曾經的血肉和淚水慢慢稀釋成了非常淡的墨水，而墨水最終徹底褪色了。在心理學家這裡頭叫做記憶的保質期，這個和我們講的和平的保質期其實用的是同一個原理。沒有制度維護的記憶就好像是沒有放防腐劑、沒有殺菌的食品一樣，放久了就會變質。但是我們在這裡必須要做一個澄清，否則的話這期視頻的觀點就不夠中立，不夠客觀。316個席位，2/3超級多數的大選結果，這個數字聽起來很嚇人，但它並不意味着日本明天就會修改和平憲法。因為日本修憲需要2個步驟，第一個步驟是國會兩院各2/3通過修憲的提案，高市是拿到了众議院的這個門檻，而第二步呢，是在日本做全民公投，過半贊成才能夠生效。全民公投，我們剛才看到了那些數據，對不對？49%的日本人他們關心麵包，8%關心安保，而這些關心麵包的人真的會在一場可能會導致日本被拖入戰火的公投當中投下贊成票嗎？我想從純理性的角度來看，答案是未必，因為公投是修憲的最大障礙。日本老百姓或許在那一刻他們會有一點點猶豫，但是從行為心理學的角度來看，問題卻沒有那麼簡單。公投最容易被外部的危機來操縱，而這個外部的危機甚至有可能是人為制造的。我們可以想象一次釣魚島的碰撞事件，或者朝鮮的導彈飛過北海道的上空。任何一個足夠生動的安全事件都有可能在幾周之內就改變選票的傾向。49%的關心麵包可以在一個周末就轉化成51%的關心自己的生存。心理學上把這個叫做可得性啟發，人們往往會根據最容易的一些回憶或者是最生動的畫面來做一些可能會影響自己將來幾十年的需要理性冷靜來做決策的這個判斷。我們大家還記得台灣大選以前嗎？民進黨給所有的台灣人群發短信，他故意，大家注意一下，是故意把中國發射火箭搞成是中国導彈的這個鬼把戲嗎？一枚導彈的新聞畫面比100頁的經濟分析的報告更能夠左右選票，所以問題根本不在於說日本人他們到底想不想要修憲，問題在於說這個門檻已經跨越了，門已經打開了一半，現在就差一陣風了。我可以給大家畫一個圖，橫軸就是清算歷史的深度，從淺到深，而縱軸是外部的約束力道，從弱到強。清算淺，約束強，這是過去72年的日本歷史。冷藏的和平，冰箱在運轉，食品看着好像沒有什麼問題。清算深，約束強，這是1990年到2020年的德國，高溫滅菌加上冷鏈保鮮，雙重保險。清算深，約束弱，這個是現在的德國。左翼在社會上一通騷操作，德國社會出現了非常明顯的問題。再加上美国現在想要專心來對付中國，所以相當於給德國社会徹底鬆綁了。但是好在德國還有制度的锚定，憲法第130條還在，
11.6萬塊絆腳石的這個銅磚，他們還釘在原地，2000多處的祭奠設施也都還在，或許這個制度的錨還能夠撐得住，而清算淺，約束弱呢？這個就是現在2026年的日本社會。冰箱已經被拔掉了插頭，這裡頭的東西，這個鮮奶從來都沒有徹底殺過菌，而瓶塞已經被拔掉了，往瓶子裡頭還倒入了催化劑。這個就是和平的保質期已經到期了。那如果你說過去80年日本社會的和平是完全裝出來的，那我個人覺得也不符合事實。我們現在假設日本過去的和平純粹是美國強加的外部的約束，那用日本跟朝鮮來做一個對照實驗，其實是一個蠻有意思的視角。1945年朝鮮半島被外部強權切開了，北朝鮮有蘇聯跟中國，日本有美國，兩個國家都被塞進了冷戰的棋盤上，外部的條件幾乎是一模一樣的。日本選擇了吉田主義，所以是輕武裝重經濟；朝鮮選擇了先軍政治，一切為軍事擴張來讓路。美國其實在冷戰期間不止一次要求日本擴軍，杜勒斯在1950年代就這樣要求過。日本的歷屆政府，包括鷹派，比如說岸信介，都用和平憲法跟反戰的名義當過擋箭牌，他們拒絕了美國的要求。而且我們不得不說，日本的和平還有一個持續的強大的反戰民意的基礎。1950年代到今天，日本持續有反戰的遊行，有和平運動，這樣一種來自於民間的持續的制約，也是日本社會選擇和平的一部分。而且我們也看到，日本自衛隊從1954年成立到今天，他們保持了一個相當罕見的歷史記錄：72年零戰鬥傷亡，零殺敵。大家可能是以為自衛隊沒有上過戰場，其實不是的。1992年柬埔寨維和，2004年在伊拉克的薩馬沃重建，其實都是事實上的戰區。日本自衛隊當時就在戰區裡面，但是日本指揮官他們執行了人類軍事史上非常嚴格的交戰規則，只有正當防衛才能夠使用武器，而且必須是最小的必要的限度。這當然不是因為怯懦，這是一種制度化的自我約束。在日本國內政治裡頭，一旦一名自衛隊員在海外殺了人或者被殺，內閣會遭受非常大的政治壓力。自衛隊員的這個生命被賦予了一個極高的政治的重量，甚至可能會高到這個維和任務本身的戰略價值。而這樣一種做法跟二戰前把日本士兵當作消耗品的大日本帝國的皇家軍隊是徹底的斷裂。而且就算是高市早苗他真的想要搞軍國主義，我不是說他想要這麼做，而是假設他真的想做這一步的話，其實在物理上這個難度也是不小的。為什麼呢？我們要看一下日本的人口問題。日本的总和生育率只有 1.15， 自衛隊的這個招募對象是18到26歲的年輕人，而這個年齡段的人口數量是在急劇的下降。1994年是1700萬，2024年跌到了1000萬，預計2044年會再次跌到700萬。結果呢？現在我們看到自衛隊年定額的一半都招不滿，航空自衛隊的實員率只有 90% 左右，而且還在持續下降。我們再來看一看財政的數據啊，日本政府的債務占 GDP 的總額超過 250%， 是發達國家裡頭最高的。2026年光是國債利息的支出就達到了31萬億日元，利息的支出是軍費的3倍多。年輕人的血跟國庫裡頭的錢，日本在這兩樣上其實都有一些困難。他們共同說明的一件事情就是，日本戰後80年的和平不只是一張薄紙而已，它是有一定的厚度的，它也有一定的歷史慣性，它有物理上的基礎。但是這並不代表高市早苗的選舉大勝和他一直想要推動的這個事情本身並不危險。我想真正的危險不是日本社會主動對外發起侵略戰爭，而是日本社會因為缺乏戰略定力
而現在高市的做法就是主動要求日本社會捲入極有可能發生的台海衝突。這裡問題的關鍵就在於說，一旦憲法第9條被修改了，專守防衛的日本法律的約束也就消失了，日本社會就會從現在開始從一把上了鎖的槍變成是一把不加鎖的槍。槍支本身是不需要有自己的意志的，因為扣动扳机的是別人。美國在亞太需要一個前沿基地，台海一旦有事，美軍第一時間會從哪裡出發呢？沖繩，日本本土。在現行憲法的約束底下，日本政府完全可以說我沒有交戰權來推脫這件事情。但憲法一旦修改以後，美國說你是我的盟友，你有軍隊，你有交戰權，你現在必須要出手。原本日本社會存在厭戰體制，但這個社會的體制不怕慢慢磨，它怕的是被外力來衝撞。過去72年之所以可以維持一個零戰鬥記錄，前提是沒有人替你開這一槍。所以即便有些人說高市早苗沒有大家想象的那麼糟糕，這個選舉結果其實也說明不了什麼。但是日本的憲法一旦修改之後，這個就是不可逆的制度變化，這也就是和平保質期的一個關鍵的概念。它不是說食物一定會變質，它是說過了這個日期之後就沒有回頭路，你不能夠吃下去保證它不出問題。我們再回到視頻的開頭，1948年12月23號絞繩收緊，12月24號監獄大門大開，兩個場景僅僅相隔了24個小時。美國人用絞刑跟釋放完成了正義跟利益的交換。其實從那天開始，日本的和平就只是冷藏的鮮奶，是有保質期的。而81年之後，岸信介的政治 DNA 經過安倍晉三的中轉，在高市早苗的手裡頭拿到了2/3修憲的門檻，冰箱被拔了插頭，鮮奶的瓶塞被打開，放進了催化劑。這個問題已經不再是鮮奶要不要變質的問題，而是鮮奶已經變成了毒藥。今天這期視頻不是要告訴大家我們現在要打仗了，不是的。和平的保質期是由3個变量決定的：殺軍夠不夠徹底，有沒有超越民族主義的新的身份認同，外部的約束還在不在。3個變量同時為正，和平繼續續期；而3個變量同時翻紅，甚至加入了催化劑，和平就不僅僅會過期，和平的概率是在急劇的下降。在當今這個地緣政治變化日益激烈的年代，外部衝擊帶來的這個連鎖反應往往不取決於日本社會本身。81年以前，絞繩收緊的聲音，監獄大門打開的聲音，這2個聲音相隔不到24小時，但那個其實是保質期開始計算的那一天。而81年之後，保質期過了，中間這樣一段日本社會曾經安靜祥和的日子，或許不叫和平，或許我們應該叫做待機。我是艾森，感謝大家收看今天的視頻，祝大家有心情愉悅的一天，謝謝大家。